许家印藏在海外的77亿美元信托被击穿，费尽心机藏起来的548亿人民币瞬间清零，为子孙后代准备的铁饭碗即将成为牢饭。最讽刺的是，与前妻丁玉梅技术性离婚后隔离财产，现如今连前妻在枫叶国囤的豪宅也要被追回。当年那个带着副总裁一边签保交楼军令状一边转移财产的戏精首富，现如今竟被外资债主端了。原来欠谁的钱还真不一样。2021年12月26号，恒大会议室挂着巨型横幅，再接再厉，日夜奋战，确保12月交付 3.9 万套。许家印带着8个副总裁齐刷刷签军令状，官微紧跟着刷数据，复工率 91.7%， 较9月涨 40%， 复工人数 8.9 万，北方入冬还涨 31%。但现在回头看，哪是保交楼，分明是拖延战术现场教学。香港法院后来查明，2017年恒大就开始系统性财务造假，2019到2020年虚增收入5641亿，利润920亿，早就是个空架子了。许家印心里门儿清，可表演起来比老戏骨还稳。你当时信了许家印的保交楼吗？评论区亮出你的答案。就在大家被军令状感动时，许家印正偷偷干2件大事。一是跟结发妻子丁玉梅技术性离婚，把伦敦泰晤士城33套公寓、加拿大豪宅全转到他名下，光这些房产就值 2.85 亿美元。二则是赶在2023年被抓前，把23亿美元塞进离岸信托，受益人写着2个儿子的名字，还设计了只能拿利息不能动本金的条款，想给子孙留永久饭票。这操作够狠吧？一边给债主画饼，一边把家底转移到海外。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，这场戏的观众里藏着惹不起的狠角色。2025年9月16号，香港高等法院一锤定音，许家印的77亿美元资产全被接管，包括那些藏在英属维尔京群岛信托里的钱。这消息直接把海外信托万能论锤碎了。以前富豪圈都传信托里的钱就算本人出事也安全，现在看来就是自欺欺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香港法院凭啥能击穿这层保护壳呢？其实不是信托工具没用，而是许家印的操作太离谱，踩了3条死线。首先便是欺诈性转移，香港欺诈性财产转移法案有个铁律，如果设信托时已经资不抵债，或者转完钱更没钱还债，那就是故意坑债主，法院能直接撤销。许家印2018年后设信托时，恒大早就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他还拿60亿美元分红塞进自己口袋，这不是明摆着转移资产逃债吗？法官都看不下去，直接驳回他律师干涉私人事务的辩解，硬气回了句我不接受这一主张。其次是与前妻技术性离婚路线，法院可不是傻子，查了夫妻俩的通信记录、资金流向，甚至找见证人问话，最后认定这婚缺乏真实情感破裂基础，全是为了避债。你想连婚姻都能当工具，那紧接着设信托的操作能是正经财产规划吗？这波操作直接把欺诈意图的证据链焊死了。最后则是真正的信托得把控制权交给受托人，可许家印的信托就是个幌子，虽然没公布具体条款，但大概率他还握着遥控器，能决定钱怎么投，能随时换受益人，跟自己的银行卡没区别。法院一看就懂了，这就是虚假信托，本质上还是你的钱。那么这个钱必须拿来还债。给大家举个通俗的例子，这就像你欠了别人100万，本身把银行卡交给老婆说我们离婚了，钱是他的，结果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全被查出来，法院能饶了你？许家印的信托被击穿，说白了就是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算了卿性命。令许家印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帮他设信托的就是抓他的人。恒大县的美元债里，光美国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、贝莱德这些外资机构就超过100亿美元，而帮许家印设信托的很可能就是这些机构旗下的银行。这操作简直是请君入瓮。外资银行先给你画饼，海外信托绝对安全，帮你把钱转出去，收一波手续费，等你欠了他们的钱还不上，再反手配合法院追讨，连本带利拿回去。许家印的77亿美元连还这几家外资的零头都不够，丁玉梅名下的豪宅、游艇、私人飞机全被冻结，伦敦法院还限他每月只花2万英镑生活费。以前总有人说外资银行讲信用，现在看来人家同样只讲利益，你有钱时他们是财富管家，你欠钱时他们就是追债先锋，
更狠的是，香港法院的冻结令能在23个司法管辖区生效，不管你把钱藏在开曼还是美国，人家都能追回来。这次还用了区块链追踪技术，连加密钱包里的钱都没放过，想靠复杂架构藏钱根本没用。对比张兰的信托被击穿案例，你就更懂了。张兰当年也把资产放信托，结果因为还能控制资金，被法院穿透，跟许家印的套路如出一辙。这说明啥？只要你设信托的目的不纯，不管你是首富还是名人，都躲不过去。看到这里，你觉得外资机构是不是早知道许家印会违约吗？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许家印的信托之所以能被击穿，是不是因为欠了外资的钱？要是只欠中国人的，是不是就没事了？很遗憾，目前还真没先例。债权人的战斗力还是不容小觑的。恒大欠的 2.4 万亿债务里有4000亿是国内银行的贷款，还有近万家供应商的货款，600万业主的购房款。但这些债权人想追海外资产难如登天，为啥？首先是司法协作的差距。香港法院跟英美法系国家签了很多互助协议，外资债主拿着判决就能在全球执行，但国内债权人要追海外资产，得跟每个国家单独谈司法合作，流程能走个3-5年，最后可能还拿不到钱。其次是追讨动力的不同，外资机构比如美国养老基金背后是千万退休老人的钱，追讨不利就得倒闭，所以他们会动用所有资源找律师查资产。而国内有些债权人是国企，追讨积极性没那么高，最后可能就成了坏账。最关键的是资本话语权。帮许家印设信托的外资银行，信托机构本身就是美元债的持有人，他们既懂规则又有资源，能轻松说服法院，这是欺诈性转移。而国内供应商业主连信托的基本逻辑都不懂，更别说跨境追讨了。就拿恒大的供应商来说，被欠了800万货款，找3年律师都没进展，更别说去海外追资产了。可美国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不一样，人家直接找了香港最好的律所，从申请清盘到接管资产，只用了1年多就搞定。不是双重标准，而是实力差距。但别灰心，许家印的案子已经开了个好头。国内现在正在加快跨境破产协作立法，以后国内债权人追海外资产可能会越来越容易，说不定再过几年，只欠内资就能躲债的时代就过去了。许家印的案子就像一颗深水炸弹，大蒙了整个富豪圈。以前海外信托是顶级富豪的标配，宗庆后、马云等大佬都涉过，现在他们怕是要连夜翻信托合同了。其实合法的信托还是安全的，那些问题富豪就惨了，比如有的老板在公司暴雷前把资产转去海外，有信托圈的知情人士说，最近咨询信托合规性的富豪翻了3倍。还有人想偷偷改信托条款，结果被受托人拒绝了，人家可不想跟着担责，这其实是好事。以前总有人觉得有钱就能为所欲为，靠钻法律空子转移资产，现在许家印的案例告诉大家，法律或许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77亿美元打了水漂，比任何说教都管用。以后富豪们再想耍小聪明，得先掂量后果，给老板们提个醒，别把信托当遮羞。合法经营，诚信还债才是真的安全。要是财富来源有问题，就算藏到月球上，也可能被追回来。最后给大家留个思考题，如果你是恒大的债权人，会怎么追讨债务？评论区分享你的追债奇招，点赞最高的送维权指南。许家印的人生就像一场过山车，从河南农村穷小子到中国首富，再到资产被接管，最后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他的悲剧告诉我们，靠欺诈得来的财富终究会连本带利还回去。再精巧的避债套路，在法律和资本面前都是纸老虎。而这场闹剧更大的意义是给整个社会敲了警钟，不管是富豪还是普通人，都得守规矩。资本可以逐利，但不能无底线；财富可以传承，但必须干净。只有这样，才不会再出现第二个许家印，也不会再有那么多被欠账的张安怡、王老板。至于许家印剩下的资产能不能还上债，丁玉梅的豪宅最后会被怎么处理，我们可以持续关注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些试图靠耍小聪明逃避责任的人，终究逃不过时间的审判。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法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想看什么也可以给我留言。最后祝大家中秋国庆过得开心快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为你祝福。
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。